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曾瞬息新剧《临江仙》是否正在颠覆仙侠剧的传统路径？近年来，仙侠剧市场逐渐趋于饱和，观众对于三生三世逆天、改命拯救苍生等套路日渐审美疲劳。在这样的语境下，由白鹿、曾舜晞主演的《临江仙》为何能引发未播先热的关注？其所谓的最不像仙侠的仙侠剧究竟靠什么赢得行业和观众的期待？这部剧是否真能为仙侠题材开辟新路径？本文试图通过系列问题，深入探讨《临江仙》的创新之处与潜在影响。《临江仙》为何被称为最不像仙侠的仙侠剧？传统仙侠剧往往围绕浩大世界观展开，从神魔大战到转世轮回，几乎每部都试图构建宏大的宇宙设定。而《临江仙》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视角聚焦于仙界伉俪的婚姻战争。这种从拯救天下转向修理婚姻的叙事重构，是否揭示了仙侠剧的另一种可能性？在预告片中，白鹿饰演的花如月与曾舜晞饰演的白九思之间的情感张力远胜于旧事大义。这是否意味着观众更渴望在仙侠剧中看到人性的真实投射？临江仙为何选择以夫妻战争为核心命题？仙侠剧鲜少探讨婚姻矛盾，临江仙却大胆切入这一现实议题。是否因为创作者意识到宏大叙事难以再激发共鸣？编剧于正提出，我们要呈现的不是神仙打架，而是两个有血有肉的仙人在婚姻中的博弈与成长。这一创作初衷是否正是这部剧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在婚姻语境下，花如月的隐忍与白九思的骄傲是否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共情？去神性化的人物塑造是否是这部剧最具颠覆性的亮点？仙侠剧中的角色通常完美无瑕，充满神性光环，但《临江仙》中的角色却充满人性，他们争吵、误解、怀疑、和解。白鹿一袭素衣，眉眼中透出生活的疲惫与坚持，曾舜晞拂袖而去，暴露了角色的脆弱与矛盾。这种去神性化的人物设定是否更贴近现实，也更能让观众找到共鸣？是否说明仙侠剧也能以生活剧的形式呈现？白鹿的演技为何备受认可？她能否撑起花如月这一角色？作为欢娱影视的当家花旦，白鹿的演技已在多部作品中获得肯定。周生如故中的时宜温婉隐忍，宁安如梦中的江雪明智谋果断，他的表演总能精准拿捏角色情绪。此次挑战花如月，是否意味着他正在尝试突破以往的人设，演绎一个既有仙尊威仪又有凡人痛苦的双重角色？他能否在含泪挥剑中将观众带入角色的内心世界？曾舜晞是否能完成从少年感向权威感的转型？曾舜晞因《莲花楼》中的方多病一角而广受好评，但那是一个病弱而睿智的少年形象。在《临江仙》中，他饰演的白九思则是清冷孤傲，兼具威严与脆弱的仙界上尊。他能否将这一角色的复杂层次展现出来？从路透照中，他悬崖独立，衣袂翻飞，确实展现了角色的气场，但在面对白鹿的角色时，他又能否表达出足够的情感张力？配角阵容的加入是否进一步丰富了剧情的张力？除了主角之外，《临江仙》的配角阵容也不容忽视。何瑞贤饰演的神秘女子与陈星海饰演的潇洒剑客，各自带着隐秘目的进入主线，是否会成为搅动仙界姻缘的关键变量？镜花水月版海报中，四人倒影映在碎裂镜面上，是否暗示着剧情将不断打破人物之间的信任与假象？这是否意味着本剧将呈现一个更复杂的情感棋局？《临江仙》是否正在重新定义仙侠剧的核心？若以往仙侠剧的核心在于爱与使命，
那么临江仙是否正试图转向爱与关系？当拯救苍生成为背景板，真正站上舞台中央的是仙人之间的情感裂痕与修复过程。这种情感内核是否更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趋向？从苍兰诀的治愈系爱情到临江仙的婚姻对峙，仙侠剧是否正在经历一场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美学转型？编剧于正此次的剧本创作意图是否反映了行业的转型思维？于正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临江仙要做的是有共鸣的婚姻关系展示。这是否是他对仙侠剧的一次降维打击？在行业陷入神魔大战的重复性怪圈时，他以夫妻战争取而代之，这是否正是剧集创作应有的创新方向？是否表明编剧应更关注情感深度而非视觉奇观？爱奇艺与欢娱影视的联手是否预示这部具有更大格局的野心？从制作层面来看，爱奇艺与欢娱影视的联合出品是否代表着这部剧不仅在内容上寻求突破，也在传播层面力求最大化？两大平台的强联合，是否意味着他们已看准反套路仙侠这一新蓝海市场？在传统仙侠审美逐渐消退的当下，他们的布局是否将引领下一轮仙侠剧的革新风潮？观众是否准备好接受一部无救世情节的仙侠剧？习惯了拯救苍生的观众是否能接受一部关注婚姻裂痕的仙侠剧？这部剧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让他们从仙剑飞升的想象中抽离，转而面对人间烟火的仙侣日常？如果临江仙能够成功打动观众，是否意味着仙侠剧的创作焦点将彻底改变？是否预示着从上天入地到下凡生活的叙事范式转移？临江仙的成功能否带动更多反套路仙侠剧的诞生？如果该剧播出后反响热烈，是否会激励更多创作者尝试以现实情感为核心构建仙侠剧？这是否将催生一个新仙侠时代？届时，仙侠剧是否会不再依赖宿命、轮回救世主等固定模板，而是更多地挖掘仙人之下的人性、欲望与情感博弈？这是否将为整个古装剧市场注入新的活力？结语：当仙侠剧开始褪去神性的外壳，展露人性的内核，临江仙的出现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叙事路径，也为陷入瓶颈的仙侠剧市场提供了可能的解法。观众是否愿意接受这样一部不飞升、不拯救、只谈情的仙侠剧？时间会给出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临江仙已经掀起了一场关于仙侠剧未来走向的热烈讨论。